上一回我为了这群白眼狼跑断腿，最后换来一瓶尸骨毒液。这一次我看他们怎么把自己送进去。沈清舟，你跟我们早就是一个绳上的。今天你不管我，你以后也别想从西北的鬼地方翻身。没错，沈清舟，你不是最爱端着吗？结果还不是跟我们一样，一个都跑不掉。你装什么清高？你不应该了！我们去矿场，你也进。哼！你们去西北矿场，我去瑶店。你早就知道。我提醒过，你们不听。我不救了，你们就怪我。路是你们自己选的。时间倒回1个时辰前，陆明预测封印前，只剩最后这点时间。很多人还觉得来得及，觉得闹一闹，总有人替他们收场。可这一次，我连手都不会再伸。我请了秘书大佬，已经把咱们全堂的陆明预测都挪去西北矿场啦，大家一起去搬矿石吧。依依只是闹着玩，你为什么非得上报执法堂，毁他一辈子？要不是你多事，他怎么会想不开去割腕？沈清舟，你有病吧？依依不过开个玩笑，你屏蔽频道干什么？因为我不想跟蠢货待在一块儿。你骂谁呢？依依找人把全堂去向改去西北矿场，是在帮大家放松。你倒好，什么都不说就退了，摆脸色给谁看？以前的我居然会替这种人四处奔命。现在想起来，只觉得可笑。赶紧把频道加回来，再给依依道歉，大家都觉得她有意思。就你一个人在那扫兴。裴子毅私计动陆明预测，本来就是违律。你们觉得好玩，那你们自己玩。你少来这一套！依依都说了，她请的是大神，等封印前最后一刻钟，人家自然会把所有人的去向改回来。这是服从性测试，你懂不懂？拿虔诚去做服从性测试，他们也真敢信。那你们慢慢测，别扯上我。沈清舟，你立刻给我回频道！莫执事，
柳依依私改全唐预测，您不管？管什么管？依依这孩子活泼，正是在替大家缓解压力。重典堂弟子平时担子有多重，你难道不清楚？他能想出这种法子，说明他有情分，也有集体荣誉感。把大家去圣地、去上宗的名额全改去西北矿场，这也叫荣誉感？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死脑筋？柳依依都说了，她心里有数。你是首席，不帮着同门放松就算了，还带头退贫道，破坏同堂和气。离预测封印不到50分钟了，您现在不报执法堂，真出事了，您担得起？轮得到你教我做事？马上回贫道赔礼，再转点零食给依依压惊。你刚退群，她都委屈哭了。谁心疼他，谁自己去哄，然后直接掐断，也把莫长青一并屏蔽。打开弟子令。首席，这事真没问题吗？我越想越慌。现在不上报执法堂，你们就等着去西北蛮荒搬矿石。沈清舟，开门！你居然敢断我传音！今天你必须给依依一个交代！他发疯就去找一休，来找我做什么？我又不是治人的。沈清舟，你说话怎么这么毒？依依那么善良，那么脆弱，你是不是非要把她逼死才满意？裴子毅，我最后提醒你一次，马上去查你自己的路名预测，如果已经被改了，现在就去报执法堂，不然你这辈子都得搭进去。少拿这个吓我！我早查过了，确实改成矿场了，那又怎么样？这正说明依依那位秘法朋友厉害，连仙盟预测大阵都能动。等最后一刻钟改回来，我们这一堂就是全宗最传奇的一届！拿前程去赌一个传奇名头，你是真疯了。疯的是你，你就是嫉妒依依人缘好，嫉妒她能认识外面的高手。我告诉你，沈清舟，你今天要是不把贫道加回去，再给依依赔礼，这事没完。正好，那婚约也解了吧。沈清舟，你别后悔，除了我，谁受得了你这无敌的女人？这些话我上一世都见过，嫌弃后再发疯，等真出了事儿，就一起找个替罪羊。沈清舟，你又在发什么脾气？依依不就开个玩笑吗？你至于把裴子毅和莫执事都拉黑？
你也觉得这只是个玩笑？不然呢？依依就是想让大家在鹿鸣前松口气，你不领情也就算了，还闹着跟裴子毅解除婚约，你知不知道他刚刚在频道里发了多大火？韩曼文，如果到了最后一刻钟，那个所谓的秘法高手没把去向改回来呢？怎么可能？依依都说了，那位可是暗示排名第一的大神，人家一会儿上下几百万零食，愿意抽空陪我们玩，那是给面子。沈清舟，你就是眼界太小，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人脉。既然你这么信他的人脉，那就祝你前程似锦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要是敢上报执法堂，毁了依依的计划，我跟你绝交！随你。大家先别急呀，秘书哥哥说了，最后一刻钟奇迹自见。熟悉沈清舟就是胆子小，别搭理他。青州，是我，刚才是我说话重了，你先开门，我们谈一谈。裴子毅，我们之间没什么可说的。沈清舟，你先把门打开。柳依依刚在评论后里说，预测大阵那边好像出了点小问题，秘术高手要绕开大阵禁制，得借一个世级以上优秀弟子的屏印做跳板，才能把大家的去向改回去。你的榜首令和屏印现在交给我。连这种鬼话他都信。跳板，绕过禁制，裴子毅，你是画本看傻了。仙盟鹿鸣大阵是顶级防护，你当那是你自家洞府门口的小阵盘？你少扯这些没用的！现在离封印已经不到半个时辰了。柳依依都说了，只要你把屏印交出来，事情就能解决。你要是因为私怨拖着不肯给，我的预测早就和浑元立了泄气，别人根本登不上去。我不信，你跟我一见死不救！沈清舟，你这个毒妇啊！我告诉你，柳依依已经去联系那位秘术大神的上头了，人家正在赶着处理。等去向都改回来，你别想再求我们原谅你！首席，出大事了！我刚才去登录预测，结果提示屏印错误，我又点了找回屏印，大阵居然说我的印记解绑了。柳依依不是说只改去向吗？为什么连屏印都被锁了？来了，和我记得的一模一样。先是去向被改，再是屏印失效，再往后他们才会真怕。你去频道里问过柳依依没有？问了，他说这是秘术高手常用的操作，为了防止有人提前登入，把程序弄坏。可我越听越慌啊，首席，我娘要是知道我最后被发去西北矿场，非打我不可！上报执法堂。可是裴子怡说了，谁敢上报执法堂，谁就是全堂公敌，谁敢报就把谁逐出堂籍。
堂籍是宗门管的，传宫执事没资格把你逐出去。可是首席，我真不敢。我话说到这儿，怎么选看你自己。1刻钟，鹿鸣大阵在正式封印前15分钟就会进入封存倒计时。到了那个阶段，所有外部写入都会被截断。柳依依这个阵法白痴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玩什么。诸位弟子及家族长类请注意，仙盟刚刚下发紧急通告，本城鹿鸣预测疑似遭遇恶意篡改。为确保弟子名录安全，仙盟已于2分钟前提前启动预测紧急封印程序。目前全部更改通道已经彻底关闭，执法堂现已介入调查，请诸位保持冷静。沈清舟，是不是你去报了执法堂？是不是你干的？广播都说预测提前封了，我们的去向彻底改不回来了。不是我上报的，是仙盟自己察觉到了异常。这不可能！柳依依明明说了，秘书大神马上就要出手了。你这个贱人，肯定是你嫉妒柳依依，偷偷报了执法堂。是你毁了全堂，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你。一字不差，和上一世几乎一样。事情一出，他们不怪真风，只会拖个替罪羊出来。可这一次，我没兴趣当。林州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你为什么要报执法堂？为什么非要毁柳依依的计划？你知不知道大神马上就成功了？裴子毅，到现在你还信那个所谓的秘术大神？你闭嘴！全是你的错！柳依依都说了，要是刚才你肯把绑手令交出来，大阵根本不会示警。是你自私，是你害了全堂。你现在立刻给仙盟传讯，说你是绑手，让他们重开预测，不然我今天砸烂你的洞门，直接杀了你！有人恶意破门，意图杀人。重点堂东侧区37号洞府。沈清舟，开门！你带头上报执法堂，坏了大事儿，害得全堂去向被锁死。今天必须给大家一个说法。莫执事，预测已经锁死了，全堂都得去西北矿场。您还是先想想怎么跟家族长辈交代吧。沈清舟，你少甩锅！要不是你暗中往执法堂告状，大阵怎么会提前封死？柳依依请来的秘术师明明有后手，全让你毁了！你马上用你进瑶殿的资格作保，重开通道！莫执事，仙盟是你开的铺子，还什么后手，什么秘术师？您不如先去问柳依依，她嘴里那高手到底长什么样？依依都急得晕过去了，你还往她身上泼脏水！今天你要是不解决，全堂都不会放过你！闹什么？全都住手！你胡说！明明是他恶意上报执法堂，全被他害得只能去西北矿场。鹿鸣预测封死了，你们就是本宗重殿堂。对，师兄，这里面有误会，真是误会。是个女弟子贪玩改了去向，马上能恢复，谁知大阵突然封印。都怪沈清舟私自上报。贪玩？私自改鹿鸣预测也能叫贪玩？你们知不知道，篡改预测触发大阵禁制，按宗规是重罚。还有，
预测提前封印，不是因为谁爆执法堂，是仙盟军察司发现了异常的大批量改动，才直接启动了封印程序，跟这位弟子没有关系。怎么可能？依依明明说过，那位秘术高手是暗室顶尖人物，不可能被查穿。什么暗室高手？军察司早查明白了，根本没有这个人。哼哼，所有改动都是用你们自己的凭印，在本地灵石驿站留下灵犀痕迹后完成的。这怎么会？莫执事，您是不是忘了，那本名录本一直就摆在您案头，哪有什么高手，不过是柳依依偷了名录本，亲手把你们一个个送去西北矿场。不可能！依依连正牌都不会摆，怎么可能自己改预测？你就是在往他身上扣帽子！你们几个一起过去。完了！我的道路音乐，我的为什么？沈清昭，秦昭帮你救救老师！你是榜首，你早就稳进圣地瑶殿了。你和仙盟说得上话，你传个讯过去就说误会。只要把大家的去向改回来，以后老师全听你的，什么都听你的。莫执事，您这会儿知道我是榜首了，刚才逼我拿出凭印，逼我向柳依依低头赔礼的时候，您可不是这副样子。沈清昭，你这个恶毒女人，依依都承认了。就是因为你不肯把榜首令借给他当跳板，那个秘书高才走了。把你的瑶殿名额让出来，赔给我们。对，赔给我们，这事就是他害的。他一个人去瑶殿，凭什么？啊！退后！都到这一步了，他们竟然还在信柳依依那套鬼话。柳依依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，执法堂的人就在这儿，军察司也已经查清了，根本没有什么秘术高手。改你们去向的人就是柳依依，她偷了名录本，自己动了手。我不信，你胡说！因为她只考了200分，下等宗门都进不去，只能去西北矿场。她那样的人，怎么可能甘心自己一个人去荒地挖矿？所以她干脆拖着你们这群蠢货一起下去。无安，他昨天还跟我说要一起生辰光方式。不会的，依依不会骗我。我为了给他凑灵石，请那个高手，连家里10万灵石的存底都转给他了。10万灵石转给那个高手的？收灵石的靠我们已经查过了，那就是柳依依自己的小号。依依，你为什么都这么对我？因为你蠢。柳依依，你告诉我也好，执法堂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？那个秘术高手
是不是你编出来骗我们的？子怡哥哥，你先牛姐，我只是太怕了。我考得那么差吧，我不想一个人去西北忙活吧。你一时糊涂，就把全堂30多个人的前程都砸了！站好，这里是执法堂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你这个坏人，我把你当最好的姐妹，你居然这么骗我！你还哄着大家给你凑零食，那些零食都备在哪儿了？我没乱花，我只是想着先带着那些零食去西北那边打点关系，大家一起过去，不也挺好吗？我们本来就是同堂弟子啊。我呸！谁要跟你一起进矿场？老子原本能进上东的。就在刚才，宗门已经正式传讯下来，他违规收集、泄露弟子屏印，直接导致重大路名事故，当场免职，移交执法堂继续查办。上一世被他们推出去顶在中间的人是我，如果我还按原来的路走，现在站在里面挨骂挨扯，被所有人恨不得撕碎的人，也只会是我。可这一回我什么都没替他们补，所以苦果就只能他们自己吞。青州，首席，你帮帮我，你是帮手，你开口执法长老肯定会听，你就说这是我们同堂私下闹着玩行不行？你替我决定，我真的不想进禁地，更不想被关起来。柳依依，你是不是记性不太好？你动手的时候连我的路名预测都没放过。对，你也被赶去西北矿场了。沈清舟，你跟我们早就是一根绳上的了。今天你不管我，你以后也别想从西北的鬼地方翻身。没错，沈清舟，你不是最爱端着吗？结果还不是跟我们一样，一个都跑不掉。你装什么清高？你不也改了？我们去矿场你也进。他终于明白了，明白我从最开始就没跟他们站在同一条死路上，明白他们所有人都在等一个根本不会来的翻盘时，我早就把自己的去处锁死了。也明白我不是被他们一起拖下水，我是从头到尾站在岸上的。灰渊邪气，神魂印证，你早就知道明路本不好见。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说？为什么不提醒我们去换屏印？老实人！沈清舟，你这个自私恶毒女人，你就会躲着看我们倒霉！上一世我提醒过，我救过，我跑去执法堂，跑去巡查司，把他们一个个从西北矿场拽回来。结果最后呢？所以现在听见他问为什么不救，我只觉得可笑。裴子毅，我提醒你们的次数还少吗？我在频道里让你们去查去向，你们嫌我扫兴，你们自己非信一个法盲编的鬼话。现在出事了，倒来怪我。你说过什么？还记得吗？你说我要是敢上报执法堂，就跟我绝交。完了，彻底完了！我娘知道会打我了。首席，你早就绑血气了，你那时候就看出来会出事了。都闹够没有？谁给了屏印？谁转了零食？谁看过名录本？一项项说清楚！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提前绑魂元血气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要动名录本？
你要偷东西，难道还得先通知我？再说了，你这种人干出什么都不奇怪。沈清舟，你是不是故意算计我？你明明能来，为什么不来？你看着大家去矿场，你就这么高兴吗？你自己伸手动的预测，你自己骗的灵石，你自己把他们送去西北。现在来问我为什么不来？柳依依，你是不是把别人都当傻子？他说大神已经接单了，灵石越多，改得越稳。你们也真信。夜风吹过来，倒把那股闷气吹散了不少。家长聚众闹事拉横幅，柳依依父母被围攻。我女儿熬到半夜修炼，结果全毁在你家那个小畜生手里。还钱！把我家那10万灵石吐出来！你们家养出来的祸害，凭什么让别人家填坑？也就是说，重点堂30多人，除了我，去处全都定死在西北矿场，没有补救，没有特批，没有重开通道，一句不得再改，把他们最后那点念想也掐灭了。莫长青被撤职彻查，柳依依被正式收押，重点堂弟子被围观跟拍。请问，你们为什么会相信同门编出的这种谎话？别拍了！求你们别拍了！前辈，今天天气不错。是不错，你这一路往前走吧。8月中旬，圣地那边的录取信陆续送达。沈清舟的那封是姚店发来的。爹娘高兴坏了，直接在城里最好的宴厅摆了3桌宴席，请的都是亲戚，还有几位真正交心的朋友。清舟，裴子怡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清舟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不听你的，我不该被柳依那个毒妇耍得团团转，我现在什么都没了。我不想去矿场，家里的灵石也被柳依依骗给我了，我连重新修炼的路都断了。清舟他娘，你发发善心吧，咱们2家做了10年邻居啊！子怡就是一时糊涂，他心里其实一直惦记着清舟。现在清舟出息了，进了圣地，能不能借我们家50万灵石？让子怡去外域历练一圈，镀镀金也好。等他回来，他们2个还能继续在一块儿啊！阿姨，您是没睡醒，还是压根没长脑子？裴子怡为了别的女人，把家里都掏空了，现在出事了，就想让我来填坑。清舟，我是真的喜欢你。裴子怡，你喜欢的
从来只有你自己。以前你为了护着柳依依是怎么对我的，你不会忘了吧？你不是说她单纯善良，你不是说这叫青春的疯狂？怎么，现在这份疯狂砸回你头上，你就受不了了？你走到今天，纯粹是自己活该。来人，把这3个乞丐给我轰出去！荆州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把门关上，别让垃圾影响食欲。师妹是姚店新来的。对。路上累不累？先去鹿鸣，再领住处。你这批新生里，姚店收的不多，师长都很看重。脚下的路很稳，不像上一世，走到最后全是死路。也不像重点堂那些人，如今一步一步都踩在荒沙和碎石里。他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出了事先怪天、怪地、怪别人，最后才轮到一点点不痛不痒的怪自己。可那点怪，也只是为了让别人可怜他，世界一下清静不少。那些烂人烂事，到这里也就够了。书里替我铺好的那条死路，我没再走上去。而他们如今落到什么地步，也都不是谁逼的。明路本是他们看的，平印是他们教的，鬼话是他们自己信的，西北那条路也是他们自己一步步踩过去的。第一次来圣地，感觉怎么样？挺好。以后路还长，准备好没有？准备好了。